1800，你钻钱眼里了吧？要不是我，你一个50多的老女人早就下岗了，连150都拿不到，真是年纪越大越贪财。我靠着祖传的手艺，将外甥的刺绣厂做到1年净利润5万元，而他拖欠了我整整1年的工资，只发给我150。我拿着150离开向阳厂，押宝对面快倒闭的星火刺绣厂。1个月后，外甥的厂倒闭，而星火厂的订单排到了5年后。大姨，这是你的150，拿着，过个好年。小飞啊，这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是每个月150，一年总共1800。1800，你钻钱眼里了吧？要不是我，你一个50多的老女人早就下岗了，连150都拿不到，真是年纪越大越贪财。大姨，只有你的苏绣能救我了，我那1000件苏绣订单，全场上下没人会啊！您那一手苏绣王牌手艺，以前祖上可是专供宫廷的。小飞，我这把老骨头了。大姨，您每天只要上半天班，1个月150，做总工艺师。我发誓，以后跟程木一起给您养老。要是亏待您，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呸，别说这话。算了，你也不容易，你把图纸给我吧，明天我就去绣。师傅，你不能靠着亲戚的情分斤斤计较啊！厂长念着亲情给你走后门，让你上半天班，你反倒咬他一口，跟他要工资了。半天，那些价值几百上千的苏绣精品，全是我每一个夜里拿眼睛拿命熬出来的。而我的徒弟周丽做着最普通、利润最低的平绣，却拿了1000块钱。要没有赵师傅，咱们厂早就倒闭了。别人的工资才150，这也太黑了。是啊，人家对面新皇厂的老绣娘，年纪跟赵师傅差不多，手艺还没赵师傅好，那工资还比赵师傅高。小声点，你不想干了？初6我要去找心意的刘总谈明年的高端苏绣订单，你今晚回去，年夜饭随便对付2口，明天早点过来。初6前把样品绣好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程木伤了腿下岗了，小娟还在怀孕，这钱我得要回来。飞哥，除夕了，红包呢？人家还要去买雪花糕呢。今年厂里利润突破5万，有你一份功劳。来，这500就当你的压岁钱了。小飞，今年厂里利润5万，那我的工资……厂里利润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大姨，你一个半截入土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贪财？要不是飞哥接了这么多高利润的苏绣订单，这厂早就黄了。可是这些订单都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。笑话，我厂里几10个员工，就你一个人会绣花吗？再说了，我明年就要引进机器绣花了，就你那点老手艺，还真当自己是盘菜啊？不是，他们做的都是普通平绣，苏绣不一样。不都是绣花吗？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没工夫在这跟你废话。我看你这么闲，干脆年夜饭也别吃了，滚去车间把心意订单样品绣了。走吧，晚上国营饭店带你见我爸妈，你喜欢的燕窝、鱼翅全都点上。听说嘛，星火厂年后就彻底关门，全都下岗了。唉，咱厂今年能熬过来，全靠赵师傅。可你看今天发工资，厂长就塞给赵师傅150，一年啊。赵师傅，您看看，这是我们厂老伙计绣的，底子不差，就是缺了点灵气。您要是愿意来指点，不用坐班，每个月工资我出向阳厂的2倍。副厂长，对不住，不是钱多少的事儿，血浓于水。我外甥这边刚起步，我得帮帮他。哎，好吧，赵师傅，您重情重义，我佩服。但您要是哪天改变主意，随时来找我老傅。太过分了！绣，妈整天就知道刺绣。听张姐说，你表哥只给妈发了150，人家一家都到国营饭店去了，妈干了1年，连人家一顿饭的零头都不止。黄飞那个混账，他怎么敢这么对妈？我去找他，问问他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。程木，你都这样了，去了能干嘛？他是厂长，有钱有势，你去了不是送上门让人打吗？你别生气了，都怪我没用。要不是我这条废腿，我不是生气，我是替妈委屈。妈手指被扎的没一块好肉，他们呢，啥也不用干，闭着眼数钱。程木，我嫁妆里有一个银镯子和几百块钱，咱们给妈开个小店吧。不行，那可是你自己的嫁妆，我就是去捡破烂也不能。你听我说，咱爸去得早，妈拉扯你长大不容易，现在是该咱们给妈撑腰的时候，哪怕这钱全亏了我也乐意，总比让妈在厂里受窝囊气强。妈，
你回来了，来，快来吃饭。赵师傅，副厂长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来，快坐。赵师傅，我今天来是为我厂里那20几个老伙计呀。我倒下不要紧，可是他们呢？他们这把年纪就靠这手艺活吃饭。现批的云，藏针也干净。他们缺的不是功夫，是您这一手能把死物绣活的苏绣魂。您来我们厂，您负责指导，我负责接单，工资照发，每一件利润我们对半分。为了程木和小娟，还有这些即将下岗的绣娘们，我也不能倒下。黄飞不给我活路，那我就自己挣一条路出来。副厂长，行，这活我接了，只要有我赵月在，这星火厂它倒不了。爸妈，你们猜猜，今年厂里净利润多少？不会是破万了吧？那咱家可是方圆10里第一个万元户了。这个数5万，5万！哎呦，5万！我儿子可比程木那瘸子有出息多了。明年啊，就可以娶媳妇儿了。你大姨工钱结了没？年纪大了，多少给点儿，给他拿个1000吧，顶天了。1000？你疯了？500就够他花了。我呀，给的150，一个老妈子，每天就上半天班，我给他150，已经是天大的情分了。那万一他明年不干了怎么办？他敢，程木瘸了，小娟大着肚子，一家好几张嘴，全指望他那点针线活吃饭。他不干，全家喝西北风去啊！不提那几个晦气的了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年后要接一个50万的大订单，到时候咱家就是100万元户了。好，多招点人，大订单要接，现有的订单也不能停，能挣多少挣多少。放心吧，我今天又招了50个人，全是年轻女工，那干活比大姨快多了。明年向阳厂就是县里规模最大的刺绣厂了。来，干杯！程木，你妈呢？哪儿去了？老子要的样品绣好了没有？今天才初3。初3怎么了？初6刘总就到江城了，那单子价值50万，耽误了你们赔得起吗？让他赶紧出来！找我干什么？你还敢问我？我花钱请你是来当祖宗的吗？就你这样还有脸跟我要工资？哼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周丽取代你做总工艺师。周丽，她连最基础的针法都没练稳。这几天你就算是不睡觉，也得把心意的样品绣出来，否则你等着跟你这个瘸腿儿子一起退休吧。黄飞，你行，亲戚的情分到这里了。妈，黄飞他赵师傅成了！心意的刘总一看完您绣的样品，立马就拍板，把明年1整年的订单，不，未来3年全都交给我们星火来做了。我知道，我就知道，只要这一手苏绣魂还在，就有活路。小飞，这个单子是全厂今年的希望，一定不能出问题。你提前去厂里检查一下，你大姨样品绣的怎么样了，别出岔子。爸，你就放100个心吧，我昨天亲自去敲打过他了，要是绣不出来，就让他滚蛋。我现在直接去接刘总到厂里看。你做得对，那种人就不能给他好脸色，省得他蹬鼻子上脸。儿子，你只管去谈生意，妈去买条最大的鱼，晚上给你庆祝一下。等这生意成了，看谁还敢小瞧咱们。等今天拿下这50万的单子，咱们向阳厂高低也得盖个大楼。刘总，您好，我是向阳厂的厂长黄飞，我是专程来接您的，请您到我们厂里看看，我们厂的苏绣那是全县一绝。新意今年这单子，新意未来3年的单子都已经由星火厂承接了，一会儿我都要到星火去看第一批成品。啥？刘总，您被富海那老小子给骗了，他那星火厂都要倒闭了，拿什么接您这大单啊？星火厂请了新的首席技师，是个难得的苏绣大师，我们已经将订单全委托给他们制作了。正好，星火的人来了。大姨，大姨，你跑到这儿来干嘛？我不是让你在厂里好好绣样品吗？还敢跑到这儿来耽误我的正事？赶紧给我回去！样品要是有一针绣歪了，我跟你没完！黄飞，他是你的长辈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滚开！老东西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我怎么管教我自己的工人，关你屁事儿！我问你话呢。新意的样品都绣好在厂里了吧？刘总马上要去看。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绣好了，副厂长，
就你们星火厂那20几个老眼昏花的老绣娘，还想跟我抢心意的订单，做梦去吧！刘总，我们向阳就在星火的对面，不如您先到我们厂里。我们厂啊，车间大工人也多，全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，跟那种只剩下老弱病残的破厂子可不一样。是啊，刘总，那星火虽然是什么示范基地，但现在早就不行了。我们向阳去年可是承接过好几个大订单的。你没事，别动气，放心吧。向阳厂现在连件像样的绣品都拿不出来。既然顺路，那就一起看看吧。这些是我们厂新招的工人，年轻，能干活。去年我们厂利润翻了几10倍，订单多到做不完，这才多招了些人。人多力量大，规模才能做出效益嘛。老板，你招工的时候说1个月50还管午饭，是真的吧？啥时候开始学绣花啊？当然是了，50块1分不少，饭管饱。周丽，全都带到2车间去，别杵在这儿了，叫张燕他们几个老工人带一带，可以干活了。都跟我来吧，去2车间。怎么了？看什么呢，赵师傅？这些女工的手一看就是没碰过针线的。那黄飞怎么招这么多？她以为针线活简单，人人都能做。刘总，这里不是我吹啊，我们厂里的苏绣啊，那金鱼跟活的似的。今天就让您开开眼，我们给心意准备的样品绝对是精品中的精品。刘总，您看，这就是我跟您提的那件精品中的精品。黄厂长，等等啊，有点误会。我要的样品呢？你不是说绣完了吗？样品在哪儿？快拿出来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黄厂长，赵师傅的样品确实绣完了，不过呀，他现在是我们星火厂的总工艺师，那样品我昨天就给刘总看过了，刘总很满意，当即就跟我们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。还得感谢黄厂长把赵师傅这样的大师让给我们星火厂啊！什么？刘总说的星火厂的那个新来的总工艺师是你？你疯了吗？我可是你亲外甥啊！你不帮自家人，反倒去帮这个都快倒闭关厂的外人，你对得起我，对得起我妈妈？我帮了你整整1年，一针一线的帮你绣了5万的利润啊，得到的是什么？是1年150的工资。不是大姨，你年纪这么大，怎么还这么计较啊？平时又没让你干什么重活，就坐着绣绣花，150不少了，你就是来帮忙而已啊。好，那以后我不帮了。不帮？我不同意！你是我的工人，你的样品就是厂里的。黄厂长，你到底有没有样品？没有的话，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副厂长，现在去星火厂看看订单上的第1批绣品吧。刘总，您等等，您别走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黄厂长，我下午还约了其他的厂家，时间很宝贵，你要是没有样品，我们有样品。那样品在哪儿呢？哪有样品啊？厂里今天刚开工，听说前几天赵师傅也不在啊。赵师傅是出了名的拼命三娘，他竟然没有提前来绣样品。嘘，过来，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都别说出去啊！我听说赵师傅要去对面星火厂了。星火厂啊？那星火厂不是都要倒闭了吗？我家隔壁的一个老绣娘就是星火厂的，年前本来领了最后一笔工钱就下岗了，结果初3副厂长亲自挨家挨户去请，说厂子有救了，新招了个苏绣大师，接了个了不得的大单。那你们说这大单哪来的？咱这地除了赵师傅，谁还有那本事能让要倒闭的星火厂起死回生？丽丽，你可是我大姨的亲徒弟，她以前绣的样品你还有没有？随便拿一个出来顶一下。有，我去拿。再等等，刘总，那是我们的总工艺师，他有样品。这真是你们厂的绣娘绣的？没错，这位就是我们的总工艺师周丽。您看，这猫跟要跳出来似的，这眼睛跟活的似的，这手艺不是我吹，您在整个江城都找不出第2份。好，这绣的确实好啊。副厂长，你看，尤其这猫眼睛的神韵，这针法、丝线走势跟你们厂前几天送来的样品不相上下。这手艺分明是赵师傅绣的，确实不错。这绣法我只在赵师傅的手里看过，只是可惜我们这一批订单要的是花鸟双面绣，是要出口的，要求十分严格。黄厂长，这订单我已经签给星火了。刘总，您是懂行的，您看这绣品，整个江城也找不出几个啊，没有高端线。您公司其他订单呢，
普通礼品不出口的也行，我们什么都能做的，价格好商量。都怪这个老不死的，胳膊肘往外拐，要不然那50万的订单早就是我的了。我们还真有一批单面绣的急单，原本是给另一家厂做的，但是过年工人少，交不出。现在工期很紧，货值5万，1个月必须交付。1个月5万，虽然没有50万的高，但也抵得上去年1年了。能做，我们能做。您刚也看到了，我们新招了50个女工，时间不是问题，还有我们周总工艺师亲自把关指导，质量肯定没问题。交给我1个月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但是话说在前头，所有绣品质量我们需要严格把关，逐一验货，至少要达到这幅样品的水平。按照规矩，我预付30%，但要是交不出货或者货不对版，你得双倍赔偿我的损失，也就是10万，能接受吗？小飞啊，这副黑猫线要批32股，光是把线批匀就不是1天2天能练出来的。这绒毛还要用湿毛针外层滚针，针脚落点复杂，稍有偏差，神韵就没了。像这样的绣品，每个绣娘至少要花2、3天，更别说你招的都是没干过的新人，1个月赶不出来的。你给我闭嘴，刘总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故意想搅黄我的生意。这位是刘总，这就是我们星火新来的总工艺师赵月，赵师傅。前几日我送到您那儿的双面绣样品，就是赵师傅绣的。赵师傅，原来是您！失敬失敬。您那幅荷花图，倒影、露珠、水面波纹的形变和色彩过渡，简直像是画上去的一样。我做这一行以来，没见过那么逼真的。刘总，他是我大姨，以前也是我们厂的，现在啊，年纪大了，老眼昏花，手也抖了，这才只能到星火厂去。这是他亲传的徒弟，我们厂里现在全靠他。他绣出来的东西啊，比他师傅还好，还快，是真正的大师嘞。刘总，我师傅他以前手艺确实不错，但是现在毕竟年纪摆在那，这批订单您放心，我亲自带人绣，亲自把关，一定如期交付，把这批货漂漂亮亮的交到您手里。那按照刚说的条件，签一份承包协议，预付款2万块钱，下午我让财务打过来。飞哥，2万，下午就打款。能签能签，咱们现在就签。来，这边请，到我办公室去。150块，买断了1年的心血，以后向阳厂是起是落，都跟我这个老婆子没关系了。刘总，既然这边忙完了，就到我们厂看看第一批成品吧。这第一批都是赵师傅亲自盯的。副厂长，实在抱歉，我来不及了。成品啊，先不看了，有赵师傅在，我对你们是100%的放心。等全部绣完，你通知我一声，我直接过来验收。赵姐，你瞧瞧这个，这面料和我们平时绣的不一样啊，容易勾丝。咱们平时在普通棉麻面料上用9号针是没问题的，但是新意这一批用的是更加柔软的绸缎，得用11号针。像这样才能顺着经纬缝滑进去。咱们这一批要做的是双面绣，所有线头和接点都不能露出来。32股，赵姐，你这手太稳了，这么细的线，你竟然劈成了32股。对，线劈得越细，这花瓣的渐变才能过渡得越自然。你们看，我们虽然绣的是荷花，但不能是假的死的，得让它活起来，过渡越自然，它就越真。赵姐，能不能帮我看看，我这针脚是不是太松了？还有我是不是绣得太疏了？对着光一照，总觉得透。这不是疏，是透气过了，再顺着这个纹路加密一丝，看起来就更厚实了，也不影响这个光泽度。不急不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咱们都是绣了几十年的人了，这摸过的针线比别人吃过的米都多，底子没问题，就是缺点让死户活起来的苏绣魂。有救了，星火是真的有救了。只要有赵师傅在，这厂子这帮老姐妹都有指望了。赵师傅，您这是……我还差一点，带回去，晚上有空就绣2针，也省得开厂里的大灯，费电。您这说的什么话？我让大家伙准时下班，不是为了这点电，是为了你们的眼睛啊！你们手艺人手要紧，眼睛也要紧。这工期都是我根据大家伙的平时的速度定好的，只要正常干活都来得及。赵师傅，天不早了，赶紧回吧，你儿子儿媳还在家等着呢。副厂长，您不回去吃饭吗？没事儿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在厂里随便糊弄2口就好了，省事儿。副厂长，要不到我家去吃吧？
这怎么好意思？太麻烦你们。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就多双筷子的事儿。我这空手上门，走吧。我来，小木这腿不方便。没事儿，副厂长，他那腿就是看着严重，能动。你要不让他干啊，他还嫌自己没用呢。小木这腿是怎么回事？去年在厂里检修机器的时候不小心砸了，现在下岗了，拖累了我妈和小娟。你又说这种丧气话。副厂长，您别听他瞎说，他要不是为了这个家，白天黑夜的三班倒，也不会出这种事儿。哟，大姨吃着呢，伙食不错啊。我就说吧，这150够你们一家过好日子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家不欢迎你，出去！今天我招了50个工人，你看见了吧？明天你去培训培训，最好让他们明天就能上手干活，赶心意的急单。我跟你说过了，你的向阳厂，我不会再去了。你敢？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明天要是不去，耽误了我的大单子，今年我1毛钱工钱都不会给你发。哈哈哈，看你还怎么给你儿子儿媳妇买肉吃！黄飞，我已经不是你的工人了，你的向阳厂是培训也好，还是干活也罢，都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不干了。你不干了？你们家里一个老寡妇，一个瘸子，一个大着肚子的，不来我厂里干，还有谁给你发工钱？你还有脸提工钱？赵师傅帮你把向阳厂的利润做到5万元，你就发了他150。我告诉你，赵师傅现在是我们星火厂的总工艺师，每个月300，以后他跟你们向阳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他一个50多岁的老妈子，每个月300。哦，我当咋回事呢？合着你们这是搭上伙，过上日子了啊？怪不得急着去星火厂，原来是去当老板娘了，享清福去了。黄飞，你个王八蛋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我妈可是你亲大姨。黄飞，你简直是个畜生！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儿，以后赵师傅跟你们向阳厂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行，不干拉倒，我明天就找别人来培训。我告诉你，等我厂子做大了，到时候你要想回来跪下来求我都没用。这个白眼狼！当初要不是他求妈帮忙，妈怎么会去他那个向阳厂？现在赚了钱，翻脸就不认人了，还这么作践妈。算了，都坐下吃饭吧。妈，你就不生气吗？妈活了一辈子了，什么人没见过？跟这种人生气，那是折自己的寿命，不值当。赵师傅说的对，跟这种人不值当。再说他那个向阳厂坚持不了1个月了。这话怎么说？他为了钱接了心意的一批急单，1个月交货。周丽是个沉不下心的花架子，那批绣品要求不低，他们交不出来。回来了，快吃饭。你姐和姐夫来了。怎么了？脸拉那么长，谁惹你了？怎么样？我师傅他明天几点来培训？我准备一下。别提了，那个老不死的撂挑子不干了，说要去星火厂，还跟我叫板。我呸！什么玩意儿？什么？他不来我们厂了？怎么可能？不来他们一家子老的老残的残怎么过日子？阿姨，您是不知道，今天新意的刘总来，本来是找咱们谈那50万的大订单的，结果赵师傅帮着星火厂那个富海，硬是把咱们厂50万的大单子给撬走了。什么？混账东西！他这是想干什么？吃里扒外！你没跟他说清楚，他这手艺离了我们家厂子啥也不是。幸好飞哥脑子转得快，当场又签下一笔5万的急单，要不咱们今年都开不了张了。岂有此理！吃里扒外！我姐她这是想干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大姨咋了？就你还叫大姨？人家根本没把我们当外甥。好了，不干了，去星火厂了。你们先别急，大姨不是这样的人。小飞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哼，能有什么误会？还不是嫌工钱少了，想多要点。我没答应他，还敢威胁我了。你们说有这样的长辈吗？就是，这不是趁火打劫是什么？那等明年我们要是赚100万了，他是不是还得要走一半？你说清楚，之前你找大姨帮忙，工钱不是都说好的吗？1个月150，一年总共1800，是这笔钱没给够，还是给够了大姨不满意？哎呦，我的好女婿，你们读书人就是死脑筋。他一个早就退休的老妈子，凭啥值1800？能来厂里绣绣花，那是小飞照顾他。我娘以前绣的眼睛都要瞎了，才几块钱。小飞一年给他发了150，他还敢嫌少？150？妈，你说什么？小飞，你一年只给了大姨150，那怎么能行？表弟下岗了，弟妹还大着肚子，150他们怎么过？你这是要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！小飞，这确实不合适。大姨是长辈，又帮了你大忙，于情于理，这工钱不能这么算的。赶紧的，你当初跟人家说是多少就应该是多少，把工钱给大姨补上。凭什么？那钱是我辛辛苦苦开厂拉客户赚来的，没有我，他绣的那些东西就是一堆破布，能值5万。就是啊，要没有飞哥，他绣的那些怎么卖得出去？他不知足就算了，还帮外人抢飞哥生意。
我给150已经是看在亲戚的份上仁至义尽了，还帮着外人反咬我一口，抢我的生意。我没找他赔偿我的损失就不错了，还想要钱，门儿都没有。你们，小飞，当初可是你求着大姨去帮忙的。你也说了是帮忙，亲戚之间帮忙那不都是正常吗？谁家亲戚帮忙要那么多钱？行了，都别瞎掏心了。富海那场根本坚持不了几天，程木那瘸子也找不到工作，他到时候还得跪着求我要回来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啊？小飞怎么能这么对大姨？大姨家现在那个情况，他倒好，不说帮衬着点儿，还往人伤口上捅一刀。我教书这么些年，什么人都见过，像黄飞这样的心眼窄，路也走不远。照这么下去，我看这厂子多半要黄。不行啊，厂长，这些新招的女工一点基础都没有，别说绣花了，连怎么捏针、怎么分线都不知道，完全就是白纸一张。那你们不会教吗？厂里白养你们了。我们几个手把手教了好几天了，还是连个直线都绣不直，这怎么带啊？老板，什么时候开饭啊？这都中午了，您招工的时候可说了，饭管饱的。开饭？开什么饭？活呢？你们活都干完了吗？老子请你们来是当饭桶的吗？干了，这不就是吗？废物！这绣的什么垃圾？够爬的都比这强。我告诉你们，绣成这样，1分钱工钱都别想要。我不管你们怎么教，再给你们1周的时间，必须让他们绣出来，否则你们也别想干了。周丽现在才是总工艺师，为什么不让她教啊？我哪个厂的总工艺师要亲自干活啊？我是你们的领导，是监督你们干活的。听见没？就这水平，还想接心意的急单？那天心意看的样品，明摆着是赵师傅才有的手艺，咱们哪能绣成那样啊？可不就是没有金刚钻，偏偏要揽着瓷器活，就敢当总工，还逼着我们这些半吊子去教一群生手。好啦好啦，别跟这些人一般见识了。走，咱们今天晚上去国营饭店吃吧。上次那个小黄鱼不错嘞。好啦好啦，别生气啦，咱们去吃小黄鱼吧。我呸！什么玩意儿？我看他水平不就跟我们差不多吗？凭啥他当总工艺师？要这样，我也能当。整体花形是出来了，就是这气韵还差一点。你看这里，针脚不能太长太密，要适当留空，就像人需要喘气一样，有收有放的，让绸缎的底色和光泽透出来。哎，我明白了，赵姐，我再改改。我们都是绣了几十年了，没想到你这么一点拨，我们还能进步。副厂长，怎么了？这是星火厂的账本。这使不得，这是厂里的账本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绣娘，厂里的账本怎么能给我看呢？赵师傅，之前咱们说好的，你负责指导，我负责接单，每一笔订单的利润都对半分。心意的第一批成品已经验收了，非常满意，钱也打过来了10万，都已经在账面上了。这账老王已经算好了，你带回去确认一下。这我也看不懂啊，我这一辈子就只会跟针线打交道，这上面的数字我看着就头晕。这样，你拿回去给程木看，他上过学，有文化，肯定看得懂，让他帮着瞅瞅，你也放心，我也踏实。哎，赵师傅，等等。赵师傅，程木现在不是下岗在家吗？要不让他来厂里上班怎么样？您看，这厂里里里外外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我一个人也实在是忙不过来。您别说笑了，副厂长，程木也不会刺绣，腿脚也不好，他来厂里能干什么？厂里正好缺一个识字的会计，不用干什么重活，坐着算账就行。您说真的？让程木来厂里当会计？是啊，当然是真的。厂里刚有起色，正需要自己人。老王年纪大了，想回家抱孙子了。程木稳重，又是您儿子，我信得过。行，谢谢你副厂长，我回去就跟程木说。多好一人啊！黄飞竟然忍心伤害他，真是造孽。快看，副厂长是不是耳朵红了？可不是嘛，啥时候见副厂长这样？副厂长是个好人，这么多年，厂里再难都没放弃过我们这些老绣娘。赵师傅也是好人，有他在，咱们这个厂子算是稳下来了。桂芬啊，我这2天瞧着你大姐最近都回来挺早啊，你们家黄飞厂子不忙了？忙？怎么不忙？这刚开年就接了一个大单子，你们猜多少钱？几千块。几千？我们小飞啊，早就不接这种小生意了。来，5条，几千块还算小生意啊？我们全家1年加起来也赚不到几千块啊！我告诉你们吧，这个数5万。啥？你说啥？5万？我没听错吧？我家建林1个月才70块钱。我的乖乖，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这样下去，你们家明年都能盖新房子了吧？厂里人手都不够了，还多招了50个年轻丫头呢。我大姐老了，厂里早就不需要她了。
我们家黄飞虽然没读过书，但是比他那个瘸腿表弟有出息多了。程木现在还在家，没找个活干。干活？他一个瘸子能干啥活啊？要饭都走不远，还不是靠我们多帮衬接济了？是。妈，傅叔他真的让我去当会计，1个月100。100？那比以前当机绣工赚的还多，而且还是坐办公室的活，还安全清闲，还不用3班倒，风吹不着，日晒不着，更不用爬高爬低的。副厂长说了，厂里的老汪年纪大了要退休，厂子现在账面多了，你识字，他觉得你合适。太好了，副厂长真是咱们家的贵人。妈，这是你们开工才半个月，傅叔的厂里就进账了10万块，扣掉成本、耗材、房租、水电，给各位绣娘们的工钱等等，得有这个数。6000？什么6000？这是6万。6万？妈，那您和副厂长说的对半分，您能分3万？黄飞他那个向阳厂，去年折腾了1整年，也才赚了5万。小娟儿，来，先坐。这批绣品要求高，单价也高，副厂长没亏待大家，给每个绣娘涨了工钱，大家干劲儿也足，所以做得快不说，基本每一件都达标了，没有废品了。小木，妈不会看错，副厂长这人正直，做事有章法，是真心想把厂子做好。妈觉得你来星火厂跟着他，能学到不少东西。妈，我当然愿意去，能有个正经事做，还能帮衬家里，我求之不得。就是我这条腿不争气，行动慢，别到时候没把活干好，反倒在厂里拖累了你。说什么拖累不拖累的？你要再这样说，妈真的要生气了。算账靠的是这里，不是你腿上那点力气。你要是有个正经事儿干，信气才提得起来。咱把腰杆挺直了，以后才能给小娟和孩子做靠山。好，妈，我听您的，我去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这个家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妈和程木不容易，以后我一个人在家，也得帮他们把家里撑起来。这都绣的什么玩意儿？整整半个月了，这个月你们的工钱全都别想要了。请问黄厂长在吗？我是新义的质检员林泉。林总，这不是还有几天吗？这一批单子急，刘总交代了，必须严格把控，以免耽误大事。现在进度怎么样了？先拿已经绣完的绣品出来看看吧。这就是你们的绣品，这完全不行啊！针脚过长，排列不齐，丝线粗，底料选择也不对，这是完全不合格的。这都是几个新来的工人绣着玩的，不是成品。我们厂里工人多，绣得快，来得及。您就放心好了，我们的绣品那是你们刘总亲自看过的，不会出问题。等时间到了您再来，保证让您满意。行吧，我再提醒你们一遍，如果不能如期交货，可是要赔偿双倍违约金，也就是10万。放心，您放心，一定。周丽，你听见没有？你招的这些工人到底什么时候能绣出来？飞哥，当初招人的时候是你说要省工钱，按最低标准来的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你们平时干什么吃的？第一天绣花吗？厂长，以前那都是赵师傅亲自一针一线给我们指点，才能达到客户要的标准的。是啊，厂长，那些高价单子哪一件不是赵师傅熬出来的？这活他根本就不是我们这水平能绣出来的。要我说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请赵师傅回来。一个50多岁的老妈子被你们吹上天了，我看就是你们偷懒不好好干，耽误了老子这批货。你们这个月工钱全都别想要了。凭什么？我们一天10几个钟头，一个月才几10块钱，他呢？什么狗屁总工艺师，啥也不干，只知道耍威风，一个月几百块钱。就是啊，你让一个半吊子来指挥我们，绣坏了还赖我们，大不了我们姐妹都不干了。没错，没有赵师傅，这批货再花1个月1年，你也交不出心意要的货。大家谁不知道，你答应给赵师傅1个月150的，年底结清，结果呢？1年总共才发了150，这才逼走了赵师傅。你们反了，全都反了！开除！我要开除你们！走就走，对面星火厂在招有经验的绣娘，还不用加班，愿意去的就跟我一起走。滚！全滚！我就不信了，那个要倒闭的破厂能接受你们几个？我呸！要没有赵师傅，你早就倒闭了。
小飞，这发生什么事了？还不是怪那个老东西！我可是他外甥，他故意想害死我。那个啥，贵芬、建中啊，你们忙，我们先回了。对，该回家做饭了。阿姨，都怪我师傅，自己撂挑子不干就算了，害得厂里其他有经验的工人也跑了。什么？那厂子的订单谁做？交货期马上要到了啊！反了他了！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我明天就去找他。程木都下岗了，他还敢不来？对，阿姨，您去找他，他这一撂挑子，飞哥厂子损失就大了。别说这笔钱赚不到，我连去年的赚的都得搭进去。谁不知道当初是黄飞跪着他大姨救场，现在倒好，赚了钱翻脸不认人了。就是，你瞧刚才贵芬说的啥话？帮衬接济，要没有赵月那双手，哪有老黄家的今天啊？还天天在咱们面前摆谱。都是亲戚，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，像什么话呀？我跟你打赌，这场子办不久了。别看贵芬刚才说的好听，什么赚了10万，多半是在我们面前吹牛的。是啊，我隔壁李姐在星火厂的，人家那生意才是真的好，开年到现在活就没停过。走吧，对自家亲戚都这样，对外人能好到哪儿去？老黄家以后还是少来的好，以免惹得一身骚。赵师傅，燕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赵师傅，我们看星火厂正在招人，您看我们行吗？我们活没您好，工钱多少您看着给。是啊，赵师傅，只要能跟着您学手艺，混口饭吃，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干。赵师傅，这些人你熟，你觉得行，咱们厂就收。副厂长，他们的手艺虽然比不上星火里干了几10年的老姐妹，但是平时秀简单的花样是没问题的。年轻人脑子灵活，手脚也麻利。成，我信你。正好我今年要新开一个机绣车间，引进一批机器绣画，就需要脑子灵活、上手快的年轻人。副厂长，我们能学，我们什么都能学。那你们到旁边办公室去找程木，具体的工钱和安排都问他就好。谢谢副厂长，谢谢赵师傅。副厂长，你刚才说要引进机器绣画，这机器要真能绣画，那我们这些人以后是不是没用了？说的什么话？那机器绣的再快也是死物。咱们星火厂能活下来的根，是你们手里的苏绣魂。我保证，只要有我傅海一口饭吃，就绝不让你们饿着。没错，机器走线是没有呼吸的，只能绣那些千篇一律、最简单的纹路和花样。大家手里绣进去的是咱们这几10年的功夫和心气，这活计机器永远也取代不了。赵姐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呀就放心了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我大姐呢？叫她出来！贵芬，找我什么事？大姐，你还好意思问我什么事儿？你看看你把小飞的厂子害成啥样了，厂子忙得快冒烟了！你赶紧跟我回去帮忙，别在这儿瞎掺和了。就是，不是我说你，一把年纪了还这么任性，自己亲外甥的活都干不完了，还有闲心到别人厂子来帮忙，这传出去算什么话啊？赶紧回去！我早就跟黄飞说了，向阳厂我不会去了。行了，大姐，别闹脾气了，我们厂子工期紧，赶紧回去干活才是正经事儿。闹！我辛辛苦苦眼睛都快绣瞎了，你们一年赚5万，只给我发150，这是我在闹吗？哎呦，我当多大的事儿呢？说来说去，不就是嫌工钱少吗？我做主了，小飞，再给你大姨拿500。大姐，这总行了吧？哼，见好就收吧，都是亲戚，别闹得太难看。给你500，加上之前的150，不少了，够你们一家好几个月的伙食费了。我说师傅，飞哥都给台阶都给你搭好了，这次不下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啊！往后厂子做大了，您再想来可就难了。拿着呀，赶紧的，别磨蹭了，厂里一堆破事等着呢。切，装什么？还不是个见钱眼开的老妈子，敢跟我玩趁火打劫？赵师傅，你先让你得意几天，等你把心意这批单子赶完，拿的我儿子的钱全都得给我一分不少吐出来。今天你就是给我5000，5万，我赵月也绝对不会帮你们向阳厂一针一线的忙。不是大姐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这可是500，跟年轻的时候一样犟，
非嫁给程远那个穷鬼，守寡早不说，还带着个拖油瓶，穷了一辈子。你们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二姨，我妈说了，不去就是不去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家的事儿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咱们两家的情分今天就彻底断了。程木，你个白眼狼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一个瘸子，又下了岗。要不是我们心善，给你妈一份工作，你们全家早就出去要饭了。够了，我儿子的腿会治好的，不劳你们操心。程木现在是我们厂的会计，每个月有工钱，有收入，以后怎么样都跟你们没关系。赵姐每个月工钱300，厂里一半的利润都是她的，谁稀罕你们那抠抠搜搜的500块？呸！拿着你们的臭钱赶紧滚吧！别在这脏了我们的地，还500块，丢人现眼！什么？一个月300，利润还对半分？怎么可能？她一个老妈子值这么多钱？他真能跟你对半分？你年纪大，可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是啊，师傅，飞哥可是你亲外甥，血脉相连，他还会坑你吗？亲外甥？他克扣赵师傅工钱，1年就给赵师傅150的时候，把自己当亲外甥了吗？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我们现在是星火厂的工人，在这里怎么了？副厂长给我们发工钱，赵师傅亲自教我们学手艺，比你们向阳厂强100倍。赵月，你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，竟然撬亲外甥的墙角？你知道你这带着人一走，我们厂子损失有多大？这单子要是赶不出来，我们可是要赔10万的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我逼着你们签这单子的吗？当初可是你自己点头答应来帮忙的。我是答应过帮忙，那你们答应过的钱呢？现在知道我妈是亲大姨了，那黄飞赚钱的时候呢，翻脸就不认人。你们根本不配我妈帮一点忙。你个残废的，给你妈一份工作是我心善，真当我给你们脸了？小木，没事吧？黄飞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再敢在我的地盘动一下手试试！飞哥，哎呦，儿子啊！你敢打我儿子？打你儿子怎么了？你们跑到我的厂里撒野，真当我傅海是泥捏的？你们再来我这儿找赵师傅的麻烦，我连你一起打！我操！黄飞，我这条腿是瘸了，可我的2只手还没废。你要是再敢来欺负我妈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不放过你！你不信就来试试！飞哥，赵桂芬、黄建中，我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，咱们姐妹亲戚一场，到今天就彻底断了，以后向阳厂是死是活，那都是你们的命。听见没有？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老板，这都正午了，今天做饭的婶子咋没来？我们还等着开饭呢。吃！你们他妈是猪吗？招你们是来当饭桶的？看看你们这绣的什么东西，这么多天了，狗绣的都比你们这强。嘿，那你绣啊，整天端着领导的架子在车间里晃来晃去，你这么厉害，你倒是绣一个给我们看看啊。小周，厂里工期这么紧，你没干活？阿姨，不是他们瞎说的，我天天在这盯着呢，是他们自己笨，学不会。我们瞎说，那你绣的呢？你拿出来看看啊！你看看这是什么？电影杂志、雪花膏、头油、眉笔、镜子，这是来绣花的，还是来开梳妆台的？再看看这架子，从我来的内场那天，这块布就这么白着。周总工艺师，您倒是告诉我们，这些天你都绣什么了？老板，我看你们这厂子也没个正经的工人，把我们这几天的工钱结了。对，结工钱，我们不干了。工钱？老子订单都被你们耽误了，你们还敢跟我要工钱？你们1分钱都别想要！不给！你要是敢赖我们的工钱，我们就敢把你这个破厂子砸了！姐妹们，听见没？砸了这个黑心肠！够了！别打了，住手！二狗，
快给他们结钱，让他们滚啊！我给。这些就当是我们姐妹这几天的工钱了。呸！穷鬼一个，都比脸都干净，还敢学人家开厂当老板，做梦去吧！你看看你招的这都是什么人？你推我，皇妃，你竟然敢推我！我儿子推你，怎么了？推的就是你这个扫把星没用的废物！要不是你招的这些工人能把我儿子坑得这么惨，我告诉你，这批订单要是黄了，你休想嫁进我皇家的门！谁稀罕嫁到你们家？我周丽就是瞎了眼才会信你的鬼话！你干嘛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也想走？后天心意就来验货了，不走难道等着跟你一起赔死吗？你他妈敢走一个试试？你信不信我让你在整个江城都混不下去？你看看你现在还像个人样吗？还让我混不下去？笑话！你先看看你自己该怎么面对心意的巨额赔偿吧。哎呦喂，我的老天爷呀！这都造的什么孽呀？怎么就成这样了？一个好好的厂让你办成这样，现在怎么办？你签那么大一笔单子，要赔10万，10万呐！咱家去年1年才赚5万，又是盖房子买彩电，上哪儿找10万啊？哭就知道哭，还不是你那个好大姐害的？要不是她撂挑子，咱家能变成这样吗？她就是见不得我们好。妈，你去求大姨，你跪在她门口求她，让她回来帮我。去年1年的工钱，我全给她补上。哎，没事儿，你看这一点事儿没有。皇妃那小兔崽子要是还敢来，我照样还敢打得动。别乱动，一把年纪了，还学人家小年轻打架。程默，你看出来没有？看出来啥？傅叔和咱妈啊！你的意思是？嘘，小声点。我就是太高兴了，傅叔是个好人。大姐，小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让二姨进去啊！我有要事找你妈。还没闹够是吧？来啊！副厂长，别激动，都别激动。大姨，我错了，你救救我！心意就要来收货了，您不能看着我死啊！妈，皇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皇妃，我说过很多遍了，你们就算在我家跪到明天明年，我也不会再回向阳厂。程木，关门。皇妃，回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他大姐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你这样会害死我们全家的。爸妈，够了！皇妃今天变成这样，还不是你们头脑不清宠着惯着的结果？现在还有什么脸来求大姨？当初我说什么来着？叫你把大姨的工钱补上，你听了吗？现在知道错了，还想求大姨回头？就是赵月多好一人，被他们欺负成那样，报应啊！以前多横啊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黄璐那丫头说的在理，这家子人没救了。走吧，别看热闹了，晦气。黄厂长，这时间到了，绣品呢？林总，你行行好，再给我几天时间。林总，您别急，我们重新找最好的绣娘来做。是啊，您再宽限3天，不2天，我一定能解决的。够了，黄厂长，我们心意没空陪你耗，10万块钱违约金，否则就等着坐牢吧。这是违约索赔通知书，如果款项没有全额到账，我们公司将会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并对你们提起诉讼，看你们是赔钱还是进去蹲着。老赵，心意又加了一批急单，之前我们交的成品好，刘总特批涨20%的价格，12万。这是原本向阳的单子吧？那对面为了赔心意的违约金，厂子房子全都卖了，他们还来找过你几次，我全都赶出去了。算了，路都是他们自己走的。今年厂里赚的所有钱都在这里了。
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的那份你早就都给我了。我打听到省城里的一个老医生，他能给程木治腿，就是后续周期长，花费不小。你拿着，只要厂子在，这钱还能挣。程木的腿真的能治好？能治，放心，有我在，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回来啦，爸，准备开饭了。这是……我碰到黄璐了，他说要补上黄飞欠你的工钱。他说黄飞因为欠太多债，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，还是还不上，被人打断了一条腿。这1650，他代替黄家先还你。切，活该！要不是他当初那么对妈，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？他们怎么样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小木说的是，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了。吃饭吃饭，新年好啊，爸妈。好，新年好。滚开！现在我瘸了，你们满意了吧？钱呢？我让你们去找那个老太婆要的钱呢！你大姨搬家了，我们根本进不去啊！那些本来都应该是我的，是我的！